也没有任何检测，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故障码。他有把你的电池送回去北厂，就是内湖厂这边没有做任何的，所以都没有做拆卸，都没有，就直接跟你讲，就直接看，光是用眼睛看你以后，然后写了一些工单，以后就想说要换大电池，然后就跟保险公司一同去会勘。就说大电池更换要90几万，对，总共110万。对，我宁愿下台车，我不要再买电动车了。然后他又在工单上面看到一个小小的注记，只要是换零件，就只剩下1年2万公里。那当然，这对我们电动车车主非常的惊讶，因为这是一个油车的思维，你不能放在电动车车上。对，电动车的大电池随便都可以让你开个30万公里以上。Hello， 欢迎再次收看《这样玩》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要先特别讲一件事情。这个影片对我来讲，毕竟我也是5N的车主，我也是一直犹豫很久这件事情。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拍，它对我来讲是有一点沉重，但是我又觉得说，我很喜欢 IONIQ 这台车，我又很希望所有的车友购买这台车友，或者是即将想要买这台车友，他们可以获得一个更良好的一个使用车的保固条件跟环境。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电动车最重要的大电池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位来宾，他是我们全台第一位 IONIQ 6置换大电池的车主。哎，哥哥，龙哥，你好，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。你好，你好，龙哥是我们 IONIQ 6的车友。是。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听到他不小心，要置换大电池这个消息，其实群组里面的车友都非常震撼。是，对，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遇到这个状态？其实一开始车子在4月18号发生车祸的时候，当时我是自己滑下山坡嘛，所以是这样一整条是受伤的。我记得这里有受伤，有擦，对。所以那个时候中立所一开始他是希望我们用模组更换的模式，他并没有说叫我要换全部的电池。那可是后来，因为它拆电池换一条，对，它就我们是模组嘛，可是模组是这样一条的，然后会有支架，对，然后可是到了中和的时候呢，中间有发生一件过程，所以我们后来到中和，车子又拉到中和，对，然后拉到中和去之后，中和那边的梁厂长呢，他是建议我说，因为你是这样一整条，所以如果你只更换这1-2个模组，那其他的有没有伤到他不确定，他也没办法给你后续的保护。那他可以为你做拆修吗？它也可以拆修，可是问题是因为你是这样一整条的，所以他比较建议的是说，最好的情况是整组电池全部更换，因为保险如果我们今天用保险出的话呢，保险它只会给付一次性的，你后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状况，保险不给付。因为我们是第2位车主，他已经换完大电池，然后他持续都有跟我联络中，他就跟我 double check 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舅大，你知道这个大电池换完之后是延续8年的保固吗？还是重新启动8年？还是像他们工单上面写的1年保固或2万公里？”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很惊讶，因为我们车子在路上开，我们也没办法去掌握意外什么时候降临到我们身上。就像你这次一样，可能视线不良，不小心滑到山沟下。那他跟我讲说，他也是在桃园这边的车厂做拆检维修，可是大电池这一块模组拆下来之后运回去内湖，他申请产险来这边做判断了，那跟韩国母厂这边申请全新的一个大电池，接下来得到一个新的模组，在不拆修不拆检的情况下，再送回去桃园厂区直接装上去。是，那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就是说，我想要知道说，因为你是全台湾第1台。那原厂这时候他花了多少的时间去帮你把这件事情前后从4月份开始到整台车弄好了，交车给你，开开心心的回家。那这个部分大概花了多久时间？我大概9月中签到车的吧。4月到9月，对，等了那么久。但是我在中立所因为有一点争议。那时候我有跟您报告过，那时候有争议，大概1个月的时间。了解。我到中和之后是5月初的事情。了解。对，所以其实应该是从5月初一直到9月中。对。其实
正确的等待的时间是这样子？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他希望你先去撒印签名，可是明明车子的整体状态其实都还没有一探究竟，他只是报一个预估单出来，是对。可是如果我签名，对，可是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车主来讲，我们会觉得说，我的状况未明，为什么现在就叫我签名？对，那个时候是很吊诡的，就是说，当时是我们在中立所，他是判断是模组更换就可以，没错没错。可是到了中和之后呢，他却跟你讲说，最好的情况下是全部更换。对，因为我当时破损不是只有这一块，然后其实它后面还有一些就是底盘的部分也是有，那他也有担心里面的支架的部分会不会已经有断裂或者是怎么样，对，他不敢保证，要拆了之后才知道。对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，就会变成对我们车主来讲，就变成很多事情是未知的。对，哥哥，我们来整理一下，就是说刚开始我们发生人为意外的时候，我们拖回去厂区的时候，其实他也都没有，包括在我们购车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他其实他从头到尾都一直提到的是8年16万的保固，没错，包括我们的维修条款上面，我觉得车友都可以去翻这件事情哈。维修条款上面他也说，如果你有模组化的电池哪边发生了瑕疵跟故障，它会折掉你原本使用的年限。假设你已经开了4万，它就剩4万公里给你，它一样帮你去换掉模组化的电池，是，它不会把你整个大电池换掉。可是它一直都没有去提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今天是非人为转嫁到产险或者是自费维修的状态下，这个大电池这个模组它到底能不能拆检拆修？它这个大电池到底给你几年保固？不好意思，真的查不到。其实我也是一直到后来快要交车的时候，我问中和厂的厂长，他只有用打电话的方式跟我讲说是8年16万，他有跟原厂讲过，他这个8年16万是他有讲到说重新给你吗？对，他会说我是跟他讲说，你这8年16万是我交车那一天给我，还是你电池换完之后给我的？对的8年16万，他说是我维修完之后的8年16万，而不是一开始我去年买车的8年16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你那时候你的认知，我那时候就厂长给你的认知，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确认过这个事情。因为我记得，但是他没有，他重点是他在 LINE 的上面来讲，他并没有给我很明确的文字讯息。我知道，他只有电话通知，就电话的语音而已。为什么我会那么放心台湾南洋这件事情？是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你在群组上面讲说，重新启动8年16，我说这太佛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种，当时我确实我也都太佛了。那是因为你后来你跟我讲，我在打电话。在 double check， 他才跟我讲说不好意思，我们其实是新品保固1年2万公里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11月了，11月第2台的车主他已经交车，大电池他也等了好久，他已经搞定交车了，但是他也得不到8年16万这件事情的肯定句，所以他才心生疑惑。然后他又在工单上面看到一个小小的注记，只要是换零件，就只剩下1年2万公里。那当然，这对我们电动车车主非常的惊讶，因为这是一个油车的思维，你不能放在电动车车上。对，电动车的大电池随便都可以让你开个30万公里以上。那我想要请教一下，就是说当初第一个厂区的时候，它或者是在维修启动之前，它到底预估了多少的金额？这个大电池开始中立所的时候，其实它是连同板件。对，还有电池，因为当时我要跟你确认的是，当时它是模组，它是更换的是模组，对，所以他当时跟我的报价是90几万，对，那时候我有给90几万也不便宜了，也不便宜嘞，所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模组为什么那时候它是更换模组，然后他不知道换了2个模组还是。不晓得，我现在我要再去翻，才知道。对对对，然后后来的时候是115万。这台车价那时候是买多少？这 EB400，对，165万，160万，所以都给全损了。对，所以我当时其实我就一直跟厂长讲，我说如果你告诉我说你电池是这样的一个保固的状态，那我当时我就应该报全损。对，因为我全损，我又是一台新车，我又是8年16万，我何必今天去跟你争执这个东西？对。那我想请教一下，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不维修的话，
这台车会有使用上的疑虑吗？没有、啊，会有任何的故障码，或者是漏电的那种讯号都没有，所以它其实它是很正常的。对，还可以自己慢慢开下山这样子。我是可以当时拖上来之后可以慢慢拖上来之后，我是自己开回去中立，自己开回去中立，所以你的车子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伤害。有，就是轮轴有歪掉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那很正常啊，那就换轮轴而已，那就换轮轴而已啊。那其实你这些换完之后，车门片换一换，其实车子是可以正常使用。可能你30-40万就解决了。最重要的是我们底盘的这个，我有请他撑起来。当时在中立的时候，我有请他撑起来看，它其实这个底盘这个下护板是塑钢的那一块，它只有破一个洞，大概这样子而已。大概这样，大概这个大小是我的手指头这样，对，差不多是这样，12到15公分而已。所以就是有磨到，换掉就好了。其实它就是磨到，其实它应该是磨掉，因为下面都是耐磨件。是它磨掉而已啊，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个破损，就是大概有10到15公分的。但是最后的判定却是要跟你讲全部换掉。那原厂他说跟你讲说安全疑虑啦，什么有的没有的，他就是要求你就是这些。那这时候你顶起来的时候，你有看到自己的我们电池的？其实我当时我有问他，就是我们这样看的时候，凹进去。对，这是我说你电池是完全是平的，完全没有受伤。可是他说你电池的部分有看到有磨到。那他讲的那个有磨到那个地方，到底是不是电池包，我也不确定，因为你。很难，因为我们自己，我后来才知道，其实它包了很多层。所以我们回原厂的时候，我们插电脑也没有任何的错误嘛，也都没有，但是只是凭一个外观的状态下，就要求你要真的是，因为我当时车门是有受伤，对，这些都有受伤，但是板件这个东西也不可能到100多万啊。对，那可是我觉得就针对这个事情来讲，我是建议原厂，就是说，就以这个电池这个部分，不能用油车的思维来思考这个电池模组的保护的问题。我相信，如果你今天原厂愿意提供8年，就你相信自己的技师愿意提供8年16万的保固给车友，我相信大家购买的意愿一定会非常非常高，而不会是现在的这种销售的窘境。因为我自己觉得，只要台湾代理商南洋，他愿意去针对这个部分，是所有电动车车主各个品牌都一样，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。到底是我置换完电池之后是8年16万保固，还是1年2万公里保固？这对我们来讲才是最大的重点。买这一台车，我相信除了前面的保固之外，后面非人为的保固，启动产险的保固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去评估进去的。对，因为你看，像我现在11月交车，新车是11月底交车，对，4月18号撞到，那我前后不到1年。对，然后这部车电池换完之后交4个月，对，那不管，那你交到你手上之后，它这次保固剩下1年2个月，这你能接受吗？就等于这部车就干脆丢掉就好了。而且这1年2万公里，居然还是我跟你讲的。是，你不讲，我还真的相信一开始梁厂长跟我讲的8年16万，结果去查，我后来到别的厂林口厂去查，电脑调出来，没有啊，你就是1年2万，是1年2万公里啊。对 ，OK， 好，我才知道，我真的吓一跳。对，天哪，真的是好。今天真的谢谢龙哥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些。不会，谢谢大家。对。我们接下来要采访，这是第3位车主，第3位 Ioniq。记不记得我前面讲的，总共全台湾有3个，突然之间，这个讯息一直来，都是 Ioniq， 然后这是第3位，因为第2位的时间我们真的瞧不拢，我们真的为了拍这次影片是北中南跑去收集所有车主的心声。那我们今天请到令赏，那我想请教一下令赏，就是你开这台车已经多久了？有没有1年了？没有，大概10个月左右。大概10个月左右。对。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才怎么你是车子有故障吗？还是什么原因才要回去换大电池？是的，我大概说明一下，就是我在开山路的过程当中，开着的时候突然发现车子有一个东西弹到底盘这样子，那我们就一直本来不知道，后来回去看行车记录器，发现到刚好有一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，刚好我车就这么刚好就经过，哇！那突然这样弹跳一下，我就不太敢开了，我就先停了去看大概状况，那个雨又下很大，对，所以我就马上回到家以后，我马上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赶快打给我的保险公司说车子需要拖吊到保养厂，对。那拖过去了以后，他们把车子往顶起来看，就发现到
有一颗石头卡在那个一个角落里面，是，那也很明显看到底盘有一个小破洞，可是这其中都没有发生故障码，车子都可以正常开。是，可是我那时候我就不敢开了，我就放在服务厂让他们去做检测。是，检测过后告诉我说没有任何的故障码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有没有漏一些蓝色的液体或粉红色的液体？没有，我有特别注意看，都没有。那其实都没问题嘛，都没问题，充放电都正常。我还充过电，快充慢充都正常。而且这台车放到服务厂1个多月。放到1个多月，对，放了1个多月，所以在那边静置评估那么久。对，你刚开始有预料到说要修大电池吗？因为他有跟我讲说没有故障码了，你可以开走了，没有关系。所以可是他要去看看电池的这个部分，他有问过总公司，就总公司回给他的一个讯息说要换大电池，我当场也吓了一跳。我说那你好歹要检测吧，对，也没有任何检测。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故障码，他有把你的电池送回去北厂，就是内湖厂这边没有做任何的，都没有做拆卸，都没有，就直接跟你讲，就直接看，光是用眼睛看了以后，然后写了一些工单以后，就想说要换大电池，然后就跟保险公司一同去会勘，就说大电池更换要90几万，对，总共110万。对，我也当场傻眼了。早上那一台 EB400 Ioniq 6，它总共修了118万还是115万？我的电池光是电池96万，你们的是新世代电池。我的电池是他们讲是最顶尖的电池。对，没错，Ioniq 6跟5N 都是最新的电池。对对。当初保养厂他有跟你讲到换电池的保固是多久吗？我那时候因为我本能的反应，我也问他一件事情，我说这个换了大电池以后保固怎么算？他那个时候跟我讲说。保固我会接续保固，什么叫接续保固？就是我什么时候买的车子还剩下多少年限，我知道，延续年限继续使用。我听了就很放心了。我说好，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，而且你们坚持不做检测的情况之下，然后保险公司他们也帮我找，他们说实在，他们有帮我去找保险公司，也帮我找到了。对，那保费当然也是有相对提高了。对啊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可是起码他们达到我想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说，给我一个保障。我知道，那我就让他们换大电池。对，可是。后来因为有车友的一个反应，我吓到说，保固只有1年2万公里的时候，我吓到了。对，就是电池这一块。对，所以我才马上打电话给厂长，厂长就说没错，就是1年2万公里保固。那我说你之前讲的呢？延续保固这件事情，他就当做没有这回事。对，他说一切以公司为主。我讲说，第一个你们不做检测，第二个你们宣布说这个大电池要更换。对，然后。以后就不关你们事情了。对，然后延续保固1年后就没事了。对，延续保固也没有，然后就跟我讲说这是零件更换，1年2万公里的保固，那叫我们这台车200多，我这台车200多万，我就买一个塑胶车吗？还是买一个玩具车？开在路上，我随时都要怕被撞。而且你还未满1年。对啊，我随时怕被撞。万一我今天就 OK， 我今天电池给我换好了，我开出去了，我随时都有这种风险。对，然后因为有车友跟我。私讯我这件事情，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？8年16万突然浓缩成1年2万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拍频道，我们必须要有公信力，我们必须要讲话是非常正直客观，不能欺骗我们的受众。那我真的去查几乎所有的条款，特斯拉有写4年8万公里 ，Kia 写得很含糊，他把保固跟维修写在一起是1年2万公里。所以我也搞不清楚，到底 Kia 是延续8年16万，还是跟我们一样换了高压电池，变成1年2万公里？那南洋不好意思找不到这一条，真的完完全全找不到。我只有看到8年16万，还有如果我在非原厂的状态下，突然我的电池有任何的异常，他才愿意做拆修跟拆检。那如果遇到另赏这件事情，他存着一个安全的疑虑，回到原厂。可是原厂他不做检测，然后跟他讲8年，然后后来变成1年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，本末倒置。如果是你可以接受吗？你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去找到你们的业务，去问他这件事情。车子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我有讲说你们有做检测吗？如果你们不做检测，当初你们讲的抽换式的方式是什么一个道理？我们是因为这样的条件去买这台车的，有这么多电车可以选择，你们800伏，你们可抽换式电池吸引到消费者了。是，那今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呢，我去争取这样的一个模组更换的时候，我居然第一个就被当作是好像是一个孤儿被甩锅或怎么样，好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我说那你们
不做检测，你们现在要跟我更换大电池 ，OK？ 那我的续保开始出问题了，那我隔年度的保险就变成我是孤儿。好，这件事情我也跟他说，那你要怎么处理？那后来他们协商，帮我去找保险公司 ，OK， 谢谢他们。可是呢，换了大电池以后，我以为还是延续8年16万公里，这是因为这常常讲的。结果呢，后来又没有了。在每一个节点，我逐步退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我被糊弄了，我被当作傻子了。我之前开宾士的，我把它卖掉了以后，我买这台现代的电动车。结果得到的是这样的回馈，我宁愿下台车，我不要再买电动车了，因为没有保障。对，谁敢买？我相信你们跟我一样的想法，绝对不敢再买电动车了。最起码保固你要给我延续吧，这是第一条。保固延续，我什么时候购车的，剩下的延续保固你要帮我做到。如果没有办法的话，你最少要秉持着现有的，比如说特斯拉，4年8万公里保固，我觉得至少要超过，因为至少要超过到1年对你。其实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1年2万公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里程那么高的人，对啊，你电动车都是高里程的嘛，那么好开，当然要拼命开，难道供在家里1年2万公里真的很不合理了。我站出来的原因就是让所有的准备要买电动车的准消费者，各个品牌都一样，还有我们已经买这台车的车友，去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真的是孤儿呢，真的是孤儿。而且说真的，你们是自然发生、自然耗损的情况下，你们就被迫，好像真的到最后是被迫或被诱导到，我一定要换大电池。对，没有说被诱导的，不是我主动讲说要换大电池。对，换大电池也都没有关系。可是你的保固不可能给人家1年，它就是一个核心的心脏嘛。你大电池其实它就是等于大脑或心脏很重要的器官。可是你突然就宣判，你本来可以活8年或8年以上。但是你只剩下1年的寿命，而且你还剩2万公里。如果是你有办法接受吗？我是没办法接受啦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也很谢谢令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些故事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如果未来还有其他的车友也默默了，因为可能你们没有在群组里面，你们也默默了遇到跟我们类似的事件，也需要替换大电池或维修大电池。你可以来群组里面，或者是粉专，或者是脸书私讯我，把你所知道的情报提供给我们。我觉得这是所有品牌，只要是你开电动车，你都要去在乎维修过后，它给你几年、几万公里的保固。最后，我觉得所有的电动车车主都要知道这件事情。8年的保固甚至更长，那个都是在一个正常的使用状态下使用。可是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，就像这3位 IONIQ 车主，他发生了意外落石，地下道下去的时候，他任何的瓷砖或者是异物，它伤到了外盖，那原厂这时候给你下一个判断就是大电池要损坏。可是这3个车主，他明明才刚交车不到1年。结果他自费启动了产险，他自费他更换了大电池，结果他却变成1年或2万公里2折1的保固。那如果是我大电池我没有坏，没有异常，也没有压到，只是外盖受伤而已，那我一定不会选择启动产险，我一定继续使用它。我说真的，8年呢，跟1年呢，差那么多哎。我觉得你们都要去问清楚，像我们自己也非常惊讶，Hyundai 也好 ，Kia 也好，兄弟车也好，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去知道原厂到底给我们的维修保固、大电池的部分更新更换之后，它是采用什么方案，重新给你一个8年的保固，重新计算，因为大电池换新嘛，还是它延续你的使用年限。你已经开了2年，你还剩下6年，那但是也有点不合理。我换了全新的电池，如果我开了7年半，我遇到事故了，我又换电池了，结果我只剩下半年的保固，这样也不合理。第3个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的，也是我们听到最傻眼的，居然8年16万变成1年2万公里。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个电动车的品牌的车友，他都要去知道这件事情。当然，特斯拉它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它就是给你4年8万公里的保固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在电动车的市场有一席之地，销量可以直幅往上，
那说真的，你只要比特斯拉高4年8万以上，甚至你提出更好的方案给车友，那我相信消费者他们在选购车子的时候会更安心。我选韩国车的时候，我是因为觉得它有模组化，它有800V， 它内装啊，或者是它给我的主被动安全世界，还有它的乐趣，5N它给我非常多，500P 它也给我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，还有天王椅。可是我们常常在高速公路，我乙式买到满，我买到满了，结果我得到什么？我换了电池，我真的也买乙式了，结果我换了电池，我得到的是1年2万公里的保固。我相信任谁都没有办法接受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去问一下你们所有的业务或所有的电动车专家窗口，到底他们是用油车的思维来卖电动车吗？所以这个地方又有一个 bug， 如果只要你的原有的电动车品牌，它本来就有在卖油车，它会不会就拿油车的思维来给电动车一样的油车的保固？那我们在 Hyundai 这里，目前它没有做任何的调整，所以车友们自己去反映，自己的权益自己争取。OK，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。我自己也是车主，拍了这部影片，我也担心二手的跌价。可是我相信台湾南洋，他一定会看到这支影片，也一定会听到我们车友的心声。就这样咯，拜拜。